诚信相许，昌盛天下。作为河南新晋的网红城市，许昌早就从河南的许昌变成了世界的许昌。国内民企500强中，许昌独占4家。超世界的顶流胖东来，给无数人美丽自信的高端假发瑞贝卡，映照在那饱经沧桑的曹魏古城墙下，荣古纳今，只为一城百姓玉石锦衣。吃啥出来？多了，啥都好吃。卤蛋，带劲，真带劲！回民街位于高楼林立之间，街头巷尾的美食，那是许昌生活的热情与烟火气。肉干，肉干家人。大白，没事，串转。我一天在这里，我们都开摊儿，这个卖酱面条的，豆腐脑的，是老摊儿，都在这干几十年了。就是，这个也是老摊儿，就是加工羊肉卷、牛肉卷、打馅。这是宰鸡鸭的，红崽子，这个是丸子汤。这是我弟弟开的店，老黑烧鸡，煮烧鸡卖烧鸡，牛羊肉。我爷爷都是干这，那是解放前呢，传到俺这一辈都3辈了。咦，这是老黑老板儿。这为啥叫老黑鱼汤？这个可以问老板。实际我平常不好说话。因为啥叫老黑鱼汤嘛？俺老公本身长得黑，就一直都开始叫他老黑。但是有的人顾客去喝鱼汤，他理解不到，他都说：“恁这是黑鱼汤吗？”我说：“俺这不是黑鱼汤，俺的名字小名字叫老黑，俺这鱼汤可不是黑的。”哎，老黑不姓黑，其实姓赵。作为回民街上的老人，他和他的老黑鱼汤一样，一板一眼，简单直接。胡辣汤变种的酸辣汤底中，香脆酥鱼上下翻涌，包裹着老黑的一道道工序，将那直冲鼻腔的香气洒向空中。清香麻辣，然后这个鱼特别的酥，酸辣，里面主要胡椒长得多，
你吃过苦饭？反正我跟啥好，喝的就是鱼香香酥脆。咱其他人就过去那上来喝的那小白腿，好吃的很。鱼苗清洗、去脏、晾干，在表面滚上层层面粉，噼啪落入热油，将形体永远定格在入油的刹那。河南人对于胡辣的热爱，小鱼汤和胡辣汤一样，精选花椒、黑胡椒、桂皮等20多种天然中草药，精心熬煮，与淀粉一同勾芡。经典的糖色为汤汁增加一抹颜色，撒上些炸至金黄色的小酥鱼，一碗酸辣爽口的美味鱼汤，便是许昌最另类的胡辣汤。酥鱼在鱼汤中充分浸泡，表面是吸满汤汁的韧劲儿，咬下是依然甘香的脆劲儿。热腾腾的鱼汤赶紧下肚，街边此刻真是得劲儿。他说真得。你看炸焦了以后哈，这汤还喝着非常鲜，然后可香可焦可酥。麻辣鲜香。哎，对，它这胡椒味特别好。哎，对。胡椒拿铁的，哎，爽辣有辣味儿，它不是很辣好处。哎，这个喝了之后就是很香的喝。做生意这么些年了，没有掉本，没有量不少，价钱还便宜，5、6块钱，我的饭量都吃饱了。相比老黑繁杂的汤底，更繁杂的则是小鱼的清理。这个价格都卖了有7、8年了，一直都没涨价。鱼涨价我们也没有涨价，我们就是利润点薄一点都行了。干这个生意没有耐心的人，就是挣的功夫钱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挤鱼的时候，让我挤的呀、翻的呀，光要这盆鲜着，我都不想挤了，累得不得了。多少斤呢？挤了几吨呢？不是多少斤呢？伴随着80年代的下岗潮，老黑来到了陌生的营商领域，也因祸得福，习得了制作鱼汤的独门绝技。在回民街上推着小摊儿，伴着吆喝，看着光阴流转，日月如梭，小摊也成了店面，日历也划过了30年。反正我也是那个小时候开始喝，就觉得长大了以后，然后特别想念这个味道，特别怀孕的时候就特别想吃这一口，就专门跑过来拿着那个家里那个饭盒，然后来一装，然后就想这一口。小馆子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样子，它虽然几十年也没怎么装修，没怎么样，但是我们每次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就会唤起很多儿时的回忆。人还是那个人，地儿还是那个地儿，味儿还是那个味儿，没有物是人非。哎，来吧，老板请。咱老板多盛点。你还不盛了？现在好了，别盛多了，好吧？给好。你这个不比你是分大碗还是小碗呀？喝啥？大碗。他这个俺这儿的片长啊，有个什么事情了啥了哈，都找俺的片长。再说我，他随时喝随时来，我们呢都是这个样子。人家买牛肉，俺都介绍到他那儿去买；卖肉的时候说哪一家的汤好啊，人家都介绍到这儿。你看咱这就是俺干的汤，你看这馍啥都可以进，
啊，汤配馍，馍加肉，不管菜，这都是有的菜啥都可以管。一系列的。俺俩就是直接就是卖汤。哎呀，俺为啥俺只卖鱼汤啊？干一个让它刚好。一碗鱼汤难称珍馐，却赋予了老黑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和勇气。殿前炊烟蒸汽，店里对旧日的坚守。走过寒来暑往，人生暖凉，温暖着在外游子的胃，治愈着漂泊无依的心。这是最长情的告白，也是最脱俗的情调。大街小巷，饮车泛江，高楼林立，富贵耀眼。这股劲气之间，也是街边美食的时代更迭。在装满许昌人童年记忆的西湖公园门口，包罗了夜市的林林总总，小吃美食齐斗宴。但繁华之下，30年如一日，在这里坚守着饱经风雨的街边老店，正是这位臂力不凡的大哥。炒多久了？有我那时间不到18，今年53岁了。哎，眼睛慢慢冒着，确实好吃。哎，越来人越多，越来人越多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咱不夸自己，我这人实话实讲。许昌市只要是市里边的人，不知道我的很少，知道吧？下午4点，支个小摊儿，沏壶绿茶，等抹夜色。给我炒一个馍，1分钟，不好吃，1分不要。我小时候他就这样，啊，比较壮，就是臂力啊特别强，因为自己煎这个锅啊，一锅大概有个10斤多吧，最少得10斤多。有时候还跳舞啊，放着音乐跳着舞，啊，特别的潇洒。那30年前的霹雳肉子舞啥都办没，我也跟着运作上了。这手机也快，嘣，这说一蹬，走你，咵个馍一大蹬，都到馍里边了。食客在旁边看的也是热血沸腾的。乖乖，这老板真烧包。但这把热情的火能一烧30年，还真烧出了一锅好味。啊，肯定有讲究啊，本地小山羊啊，专门下去农村那个会上零售的羊，散养的羊，知道吧？可不是圈养的羊，羊又不大，超不过20斤，肉质要嫩，一晚上4只，天天新鲜，知道吧？为什么咱的生意好就是这样，知道吧？啊，来吧，美女们，开火。食材新鲜，不变久烹，宽油猛火，羊肉下锅，肉片在锅中闪转腾挪，迅速变色。鲜嫩的汁水还没来得及和锅打个招呼，便被封印其中。配菜的青椒、豆芽、洋葱丰富了肉的鲜味，也沾染上肉的汁水。伴随着老板的随性一撒，大自然赋予了羊肉与它最为匹配的香味。1分钟1份肉，再来一张碳水人最为稀罕的白馍，动物脂肪配碳水，香酥美味不后悔。趁热吃好吃再饮啊！好好好。
这羊肉吧，吃着非常可以，非常 OK。这我吃过，就是那种自然羊肉啊啥，吃过最好吃的了。我10几岁的时候就在吃，结了婚之后，我老公跟着我吃。现在孩子大了，孩子跟着吃，2天不来吃就着急。哥，我吃你馍几年了呀？我一放是30多年了。我儿子今年14了，也是吃了他的馍长大的。少弄点吧，你别再弄那些了。实在的，肉一个劲的往里边压，压的塞不下为止。你想生意好，你必须实在嘛，对不对？就跟东来哥一样，不满意可以退货。我这馍如果不好吃，可以退钱，知道吧？15的每个馍，知道吧？不低于2两肉。我现在就是薄利多销。来，帅哥，好。 2两羊肉冒着热气，蕴含的却是老板与老客间的默契与真心。塞进2片白面馍里，一口下去，满心欢喜。对，许昌 No.1，因为我家就在这片住，然后小时候都在这儿吃，基本上每周晚上，然后我老爹都要给我买一个。许昌话带劲。 不行，老热，太热，受不了。你看我这，我要是穿着个背心儿，再到江阴立冬了，接着班啊，12点了快，真快都。杨波喝杯啤酒降降温。 3目标，计划是到个60退休，不干了，休息了。那羊都开始教徒弟、收徒弟，这不义务学嘛？为啥义务教啊？你看看，你为了晓得那个啥嘛，大家都学会这个美食多好了，多了，比没人学强吧？对不对？流传下去多好了。哎呀，有钱大家挣，一个人挣不完。 我这人心开朗得很，啊！再见。这吃啥都？从下午4点到凌晨4点，30年的蹉跎岁月，浓缩在这1尺台前。灶台前，来客如千帆过尽。 时代如浪花奔过，灶台后一个人的孤独，延续着老街的余温。许昌自尧舜便存在，最不缺的就是传说故事。 但要说如今大家最为称赞的，还得是胖东来。对，人人都知道。包括哈佛的金融学院，他们有个案例就是胖东来金融管理。那没有的了，谁能比出吃他的？他比过他的，我用不着没有。有草有古城，逛胖东来，吃老马家饸饹面。要说许昌的特展是啥？胖东来独树一家。 细致入微的服务准则与管理哲学，让它成了无数同行与来客观摩的超市典范。而老马家则用18年的时间，打造了许昌人爱吃的饸饹面。我的同学说过，整天愁眉苦脸的，你看见马云，啥时候都是你见面笑呵呵的，性格非常好。不管招呼客人了，弄啥了，全靠马云兄弟了。稍等美女，稍等一下，20串肉是吧？ 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让最优秀的人坐在一块儿。别，经营是要搁这强一些。老马小马并非一家，但又亲如兄弟，合力经营。
初三上完之后做这个夜市，就是烤羊肉。那个时候烧烤夜市的集中地叫千人坑，他们家是在整个千人坑中生意最好的。原本他是老板，我给他打工，我是炒菜的。后来呢，我们在一起干了，我不想只做这个晚上了地摊生意，我们把街边摊升级到这个路边店了。许昌本地面食众多，饸饹面并非首选。这种盒子挤压制成的外来面，却被老马家在此地发扬光大，让饸饹面在许昌夺下一席之地。有一个情况是啥呢？我跟你讲，就是饸饹面是那个夹县那边，平顶山的夹县饸饹面嘛，但是这个他们家味儿比较正宗一点。这就是我做的比较厉害的一点，就是在这一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夹县，所有生意好的饸饹面我全部去了一遍，我一天会去那儿吃6碗饸饹面，然后我感觉我一定要做出一点改良，因为夹县饸饹面重油重盐，然后我把饸饹面改良了，都是要宽汤。传统饸饹面面多汤少，但咱许昌人更稀罕喝汤，老马对汤的重要性也是深以为然。但汤怎么好呢？要下足量的羊骨头和羊肉。刚宰的，1点多宰的，破羊宰过了之后，一般都是不超过3个小时送到咱店里面，就是每天都保证都是2只。一碗好汤需要加入50斤的大骨，2只整羊，还有一点点的爱，搭配上羊油，长时间熬煮。熬制出的原汤，汤鲜料足，再经过调配，变成了整碗面鲜美的底味。饸饹面也叫饸饹面，面团经由饸饹床子的孔洞挤压而成，主打一个一步成型，方便快捷。成面劲道爽滑，肉汤温润适口，肉片香醇扎实。若是老饕，多半还要再来勺羊油辣椒。动物油脂与辣味芬芳在热汤中融化释放，直达鼻腔。午餐饱腹，碳水要足。10元一小碗，12一大碗，拌着鲜汤嫩肉，配上10锦凉菜，呼噜呼噜几口下肚，晌午头上来一碗，咦，真得劲儿。面比较筋道啊，汤味也比较好。觉得家这个汤很有味道，我感觉比较浓郁一点。刚开始辣椒油非常的香，它这个辣椒油有很多芝麻，非常好吃。我从大学就开始在这儿吃，我今天刚从这样过来，再感受一下大学的记忆。我们应该已经在这吃了有5、6年了，就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打工人的美食，很多店都坚持不下去做饸饹面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需要的精力很多，成本对成本非常的高，然后你卖面的话又不能卖特别贵。所以说想做的好吃又能坚持下来真的很少。我最喜欢的人把面吃完了，把汤喝光了，这个碗空了，这是我感觉这是最幸福的事情。这是不计成本开始不计成本的原因。我在意的不是这，我在意的是每天顾客盈门，然后别人吃我们的饭好吃。
一碗饸饹面还不能让荷尔蒙过剩的人获得身心解放的一本满足。夜幕降临后的路边摊给这里的中年酒局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。13年的饸饹面是生意，18年的路边大排档是底气。为了走出许昌夜市万人坑的内卷红海，老马家的菜单愈发繁复，而菜单上的新品更是攻占了今夜的每张餐桌。大盘鸡本是新疆菜，但老马秉承来了就是河南人的热情，开始了对大盘鸡的本地化。许昌大盘鸡要用现宰的三黄鸡，豆瓣酱是味道基底，3种辣椒，你香我辣，彼此争奇。再来一瓶啤酒，去腥提鲜。爆炒让鸡肉紧实焦香，炖煮又送香料徐徐进场。特别入味儿，肉比较弹那种感觉，不是比较酥的，味道非常不错。大盘鸡的餐后伙伴总是那盘永恒的面皮，但到了这里，饸饹面才是最终答案。对，收尾，觉得很好吃，就是金黄大盘鸡的金黄。风卷残云，彻底光盘，如此一碗方才圆满。至于如何让来客流连忘返，说来简单，无非那句真材实料，物美价廉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就想吃好吃的一顿便宜，他这是真便宜，48块钱，肉这么多，他这面还是送的。哇，这个。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很笨，这个我只能拿着我所有精力做一件事。然后今年我学到一句话，突然有人说努力也是种天分的，耶，我发现可以，咱俩站着2个字努力来着。我内心只追求一件事情，让我们老国家成为许昌菜界的胖头来，向第一名学习，要提供更干净的环境，更好吃的菜品，更好的服务。今天开会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就一个主题，我要领着咱大家全力做好一件事，老马家式服务，就从微笑问好开始做。我们要训练自己，就像我都很少笑，你看见马季，12看见马季，不用背着手，你叫我弄的你叫我弄个颜色，我不要指望你给这个做个表演的没有？露8颗牙齿。好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对，我们练一练，手挥起来，把牙齿露出来。大家好，上来个。好，美女好，美女好，帅哥好，帅哥好。对，其实我是最苦大仇深的那个，这儿不争气是吧？
虽然我店很小，但是没事，这不影响我有梦想啊。跟那小人物，他可能有大梦想。老马100年活了，不是为了百年而百年，不是为了百年而百年，我们要成为最优秀的。胖东来之于许昌人是家人般的服务，是老乡间的互助，是真心换真心的态度。老马家之于许昌人亦是如此，始于路边，陷于味道，忠于真心。与许昌的这场邂逅意蕴豪放，这里没有所谓的快和慢，十里市井烟火是许昌人民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与热爱。无论身份高低，职业如何，他们始终抖擞着倔强、坦率，洋溢着奋斗、激情。这里的生活丰盈着爱恨、善美，也缓解着疲惫和焦虑。